地上一堆屑屑，这里是已经细清过的地方哦，赶快上惩罚，现在就要惩罚。背我一下，我要上去看一下。要他抵抗，他突破了他想要突破的重围。那我会觉得这是缺点。怎样？为什么会缺点？我是不是挑到现在都还没有挑出什么问题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工地啊？太完美了，好可怕哦！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OK 了，开始了吗？好，今天呢，就是又来到了我们可爱的沉浸式燕屋。这里是28平大宅。这里只有28平吗？因为我跟你说，现在我坐在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里的视觉感啊，尤其是客厅再加上厨房的部分啊，觉得这边是一个完全超过28平的感觉。我觉得他现在已经那个验屋验到啊，就我跟他讲说要改什么东西啊，他人就是那种好改啊，他已经失去他那个初心。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如果被我检查出什么东西，然后他也觉得那是不 OK 的话，那就会有一点小惩罚。哦，还要惩罚，一定是要惩罚的啊！我们惩罚人也不会太，都是为了强身健体而做啊。强身健体，对看起来就是伏地挺身。你等一下期待。对，好，我们开始第一站，先从这里开始啦。这里是客厅，这一次呢设计我觉得做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们可以先帮我看到，就这个区域，它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加客厅的这个连通区域。建商通常都是玄关进来之后就是客厅、厨房，然后再来就会有一个长长的走道，然后进去左边房间、右边房间这样子。可是这一次呢，我设计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把开放的空间呢放在正中间的位置。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呢是右边有一间房间，左边有2间房间，所以呢就是我们直接消除了那个走道的区域。那现在我们就从客厅开始看，在这个地方呢，我就非常推荐，非常大力推荐，就是你平常如果你是有需要电风扇的家庭，因为像我本人我就不吹电风扇，所以我们家没有电风扇。可是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只要通风就好了。没错，只要通风就好。你又有养狗狗在家里，然后你已经空出很大的空间是要给它跑动的话，我就会非常推荐你一定要装这个电风扇。我们高监工这个标准的名称叫什么啊？应该就2个字，比手画脚给我，吊吊扇。对，可能一般人传统想法会觉得吊扇很丑，可是你看现在吊扇都做的超有质感，而且现在的吊扇都会有什么，就是几段风啊，还会有循环呐，就是反正我觉得是非常棒。因为像以前啊，总监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也是有电风扇，电风扇都会有那个线，你知道吗？然后他在那边追来追去啊，跟法官在那边打架的时候，就直接都把那个地上真的不要有线比较好。对，他把电风扇啊、空气清净机啊、什么那种Dyson超贵，全部给我压倒。我的那个电风扇都直接这样，真的，你自己说是不是？在家里真的就是这样，就那个倒下来还是Dyson的。而且啊，我一定要跟你们说，我很喜欢这个电风扇一个部分是什么？是这个遥控器可以调几段式，然后这个它有不同款式，它有带灯的款式。这种类型的电风扇，它遥控器啊都超级无敌小的。像之前我家有一个吊扇，然后那个遥控器就是随时随地在给我不见。但是它这个啊，在墙上它是磁吸的，所以它直接有一个夹。就是你直接把它吸在墙上就好了，它有一个完美的位置，它不会消失不见。然后它的大小又跟它旁边的那个插座的大小是有点相似，颜色也很相似。没错，就整个这样搭起来也还不错。如果拿那个冷气遥控器在这边放的话，冷气遥控器很想要收起来。对，但我跟你说这里啊，放这样子一讲之后，我就有一种觉得美中不足的感觉。刚刚这个冷气吊扇的面板跟插座面板是一模一样大小的，因为它现在是这样一直一横嘛。可是我的话会比较追求一个视觉上的美观，我就会让它是对称的。这是什么系列的面板？这是 Panasonic 的 Soul Style。没错，因为它这个面板呢是跟 Panasonic Glatty 嘛，你们知道 Glatty 嘛是那种铁的面板，是一模一样贵，可是它这个只是塑胶的哦。所以那个时候业主说他要用这个面板，我看的时候就想说，这个如果要用这个，为什么不干脆用 Glatty 嘛？可是没有哦，它这个真的上墙之后非常之漂亮，这个漂亮的程度会让我觉得说 OK， 就很多形容词可以加。对，它有简约，对，典雅，对，哇哦，它有这个价值在。这个 Soul Style 面板我非常推荐给那些喜欢传统开关面板的业主们，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比较新的一点的面板啊，那个高级一点的面板其实都已经是回弹式的，它只用灯的那个亮跟暗去分辨它是开还关。那可是还是会有业主非常喜欢这种传统式的，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喜欢传统式，然后喜欢那种咔咔咔的声音的话，好，对，假如你是喜欢那种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个类型的面板哦。好，然后接下来
来呢，就也是来到一个，这是我近期内最喜欢的一种类型的窗帘，它叫做直立丝柔百叶。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个类型的窗帘吗？因为啊，美我觉得是一个原因，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喜欢那个窗帘，它是可以直接这样拨开。因为大家知道啊，传统的布帘、纱帘有什么缺点？就是很大一撩，它会非常非常的重。如果我今天要看这里风景的话，那我就要把窗帘整个拉开嘛。丝柔百叶的优点是什么呢？如果你只是想要看窗外风景，我想看这里，我想看这里，我想要开这个窗户，我就直接把这个拨开就可以了。我不用就是每次为了要开窗户这件事，然后把这整个百叶整个都拉开，就是很耗我的体力。丝柔百叶啊，因为它有几种款式，就是像现在它是可以稍微若隐若现让光透进来，就是纱的感觉嘛。但是呢，只要你把它一转，它就会变成全部密闭式。如果你是在你这里要投影，然后你想要这里超级爆炸无敌黑的话，那你就可以选全遮光的，它就是半点光都会进不来。这个也有更高级的，因为它这个现在是转棒式的嘛，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用转棒式的你要稍微温柔一点跟小心一点，你不要很用力把它转到底，因为这样的转棒很容易坏。如果你要用丝柔百叶的话，我会更推荐电动式的，因为电动式的就是真的功能非常好，而且使用起来就不容易坏掉。那电动式就可以在对，电动式也可以在远处，然后它就会整体一起转，一起转，一起跳给你看，跳舞给你看。没错没错，对。疗愈啊！很疗愈，我不敢相信我今天讲到第二个地方还没有可以闲的地方就反正就要做立正就留着。哇，今天没办法让他运动我们现在呢要去我最喜欢的地方，也是总监最喜欢的地方 ，Go。好，现在来到了我最喜欢的位置是什么地方呢？我的小可爱呢？没错。这里是什么小狗区哈？因为呢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书柜区，然后这个书柜呢，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这个下面有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凹槽，一个人要坐在这边做事也可以，两个人要在这边做事也可以。如果呢你没有特别要在这边做事的时候呢，这下面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狗区。好，我们还是把它正常的功能变出来给大家看。没错。就是正常的状况下呢，就是这里可以当一个简单的书桌。一个人做事的状态下呢，就你的小狗就可以在你的脚边陪你。如果是以总监来说的话，这种凹槽位置啊，是总监最喜欢待的地方。我真的非常推荐有养狗的家里，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凹坎啊，因为像我家现在的那个凹坎被壁炉给取代了，就会在那个壁炉前面绕圈圈，尝试要进去那个洞，然后就发现。所以狗狗就是很喜欢这种对穴居，没错，对，难得有默契哦。对，虽然这里很漂亮归很漂亮，因为连颜色都漂亮，可是我还是要检查一下缓冲五金的部分。不错。小心头哦，团团。真的好难得哦，真的是蛮不错的没有什么太大。对啊，这是很棒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不相信你，你背我一下，我要上去看一下。跳，那边，细粒康那边。很完美怎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太完美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去下一个地方。我不想在这里多做逗留。对，饭团，姐姐嘞？哇，你怎么在这里？还不是 magic？ 对，好。总而言之呢，我们现在来到玄关的地方，大家刚刚有看到，刚刚多浪漫了吧？高乃一开门就有一只完美的狗狗，每一个人家里都要有一个玄关跟一只什么？跟一只黑白色的狗。它这样听起来有点种族歧视啊！我就觉得有一只狗或猫都可以，它就可以在这个玄关完美的迎接你。这一次呢，我们玄关我觉得是这个建商很特别、很不一样的事情。要赶快提到它，不然刚刚到底为什么黑在这里，大家都还不知道。就是因为它电箱在这个地方，这里意外的是有一个电箱，我们现在就是把它藏在这个位置，让它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呼吸。你是不是都借过了？电箱去哪儿了？对，我跟你说，我觉得这次系统柜啊，它很妙哦，卡住了。它抵抗，它突破了它想要突破的重围。想挑毛病还没办法挑，这个工地真的很完美很夸张因为我刚本来想要挑剔它会关不起来，就没有，它这个是完全油压在努力，对，它可以过的。好，一个浅抽，通常有一个浅抽，你可以放一些小东西什么的。但我跟你说，这次我觉得很神奇的是这个，这就是一个柜子因为这个是跟业主讨论出来他想要这样做，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不好用，因为它低于你腰部以下了，所以当它不是抽屉的时候，开完门片你要蹲下去这里，然后拿东西，感觉
感觉它好像变得很麻烦。但是因为它这个抽屉跟门片的对线还是 OK， 所以就是总之就是一个漂亮的系统，还是很漂亮。因为业主呢，他也是有养狗狗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没错，超可爱的柴犬。所以这里呢，就还是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小平台。那这小平台就是他回来之后，可能如果他要帮狗狗擦脚或者干嘛的话，他可以先在这个地方，让他模拟那个照片来。对。放上的，你说把布丁放上这里吗？对啊，这可以承重布丁吗？可以啦。OK， 快乐的小平台，好，干嘛？我关不起来。OK， 好，啊，很顺很顺。对，他在这个工地气焰很高哎，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像抓犯人一样把我回扣哎。为什么地上这么多屑屑啦？好，我已经挑到了一个缺失，这地上一堆屑屑，这里是已经细心过的地方哦，赶快上惩罚。现在就要惩罚。快点啊！惩罚拿来给他啦！你不要趁机跟我十指交扣，可以吗？连他都在觉得这样啊！你有在上惩罚？我有看到啊，强身健体青草茶。我觉得还好啊。我就说这个不是什么惩罚，只是为了要让你更健康，脑袋更清醒，以后监工监得更好。哇，这我觉得很棒哎。好，等一下哦，我突然想到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过来。这个系列呢，我们在这个玄关的地方啊，有做了一个感应灯。感应灯最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关不了它，要不就关不了它，要不就有一个开关可以控制那个感应灯。可是现在呢，它现在这种 sensor switch， 它就会有一个 off 的 mode， 就像正常的灯具一样，中间有一个 auto 的部分，就变成它就是真的感应灯。切大王的话就是常亮。对，他喜欢这青草茶，那你一杯下掉吧。我 OK 啊。下，你不要。然后我们走，你不要享受好不好？走了。好，接下来就来到了厨房区。厨房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呢，这边是一个 L 型的备餐区。这个地方啊是会稍微暗一点，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一侧是没有做什么间接照明的，所以这里有一条灯。做事的时候呢，它会放在前缘这里，然后让你看起来就是比较清楚、比较明显一点。很温柔。没错，我很喜欢这个灯。就是没有缺点。多少还是有一点。就是没有。多少还是有一点，但是就只要静静的欣赏它的。搭配这样就好。反正总而言之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在洗手槽这个左边呢，我们就是有我自己最爱的牌子 Fisher&Paykel。我真的就很爱他们家洗碗机是这种抽屉式的，因为我的新家啊，就我跟高南争取了很多次，我要洗碗机这件事情，但他就是不想给我，他觉得我们一个2个人的家庭干嘛要洗碗机，然后最后就被我找到可爱的他，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现在这个是上下抽嘛，就 Which 这个我也觉得很棒。最棒的地方是你可以只要买一个抽屉，家人是比较少的话，那你可以只要一个下抽，因为我们家应该就只有一个下抽，对，只有一个下抽，我们没有上抽这样子。可是我跟你说，这个下抽啊，它大概就已经可以容纳个1家4口的是没有问题。我现在就在业主家看到它，我都还是觉得它很棒，而且我觉得它连这个有点这种金属的面板也做得很漂亮。因为我跟你说，我超讨厌金属面板会沾指纹，它这个就是完全不沾指纹。对，这个就是懒人的家庭里面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选择。接下来呢，就是放在做这种 L 型的厨房啊，最害怕就是这个转角的位置。如果你是要做一个柜位或者抽屉的话，它会非常难用。可是呢，没关系，这次我们有什么？噔噔噔噔，我们有转角小怪物，它就可以很充分的利用到那里面的空间，然后反正你不需要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回去。然后这5金是非常的顺的。这里的设备啊，就是大部分是黑色嘛，它这个 IH 炉就是白色的，就是超适合它这个台面。结果我要看一下这个5金 O 不 OK。而且啊，我一定要跟你说，为什么我觉得这里超级无敌漂亮的？这里就是也是细节控，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Fisher&Paykel 的洗碗机，它是上下2个抽屉嘛。那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抽屉它的线对在哪里？没错，它跟它对线就是在一模一样的这个位置，所以看起来就非常整齐。有时候内抽就是我们还是会需要这抽屉的功能，所以它浅浅的可以放一些刀叉。因为呢，它就多了一条线在外面。大个的抽屉很难用，因为很大的抽屉有时候你除了锅具以外，你不知道放什么东西。但有时候又会为了整体外面的美观，你还是就不想要做3撩抽屉这样子的质感。那内抽就是你很好的选择。打开了之后，你会有一个正常的大抽屉，可是呢，你在上面的这边会有一个刀叉盘的内抽。其实应该是说，这整体上你还是拥有3个抽屉，可是你在设计上你就可以对线，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设计啊。然后你跟我来这里，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电器柜的配置。通常我们是做一个这样子标准60公分桶身，然后可能220、240公分高的这个柜子呢，我们通常的确就是会分成这样子3柜。最下面呢就是会是一个抽屉。如果这个下面啊是要做很大的门片柜的话，你要伸进去拿东西，这个深度都60公分会不方便，所以通常我们在踢脚位都会先做一个抽屉。再来呢就是看你有什么设备，如果你有烤箱的话，烤箱会在中间这个最好拿的位置，因为烤箱的这个通常都是下线式的。通常我们都会跟业主们先确认它到底有什么设备，再来安排位置。因为你有烤箱的话，烤箱就是要占据那个
个最好使用位置，这个永远温度很高，拿出来的东西会超级无敌烫。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就例如说高于头部的位置的话，你有时候拿一个烫的东西，要是你摔的话，你就会摔个满身。再来就是炊饭柜，大家知道炊饭柜通常我就是放一些有蒸汽的电子设备，或者是热水壶跟什么的，就会放在这个位置里面。可是大家想象中的炊饭柜通常不是上弦插进去吗？可是当你烤箱位置被定下来之后，蓝天他们就很贴心，他们有这种下抽式的炊饭柜，还是可以在这个平行位置去使用东西。它一直在进化，就是它现在这个抽屉式的，我就觉得非常适用。对，总之这边还是蛮完美的哎。而且我跟你说，这里最完美是什么？就是这里收头收尾超漂亮的，因为我们瓷砖是直接贴在建商它原本的墙上嘛，石材跟瓷砖它本身厚度就是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贴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断差，所以我们通常在侧面这里就会看到下面是石材，上面是瓷砖。可是呢，有特地做了一个收头收尾，就把墙面包过来这里，所以你在侧面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完整、很干净的墙。对，石材自己的这个侧面也很漂亮。对啊，怎么会这么完美啊？刀部还至中。哦，好，那我会觉得这是缺点。怎样？为什么会缺点？但是这个好像是原本建商的位置，是不是？但是因为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不喜欢电器设备的插座在上面，我喜欢电器设备的插座在下面，因为大部分电器设备的线是在下面，你可以看到从你的后面，你的线就会悬空在这里。那我自己是不喜欢这样，不喜这样。而且我一定要跟你们说，这个人造石它有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你有没有看到它这里是没有接缝的，这里整个是弧线的，还包括那个角落，所以这样就不会有矽利康，不会卡任何脏污。可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通常人造石才做得到，因为人造石的质地稍微比较软一点。如果你想要用什么细钢石啊、地通石那种太硬的石英，它没有办法做这样。这里我觉得很漂亮，对，你可以去下个地方。你今天会不会太舒服啊？舒服啊。好可爱哟！你介绍啊？怎么？介绍一下。我们来到了主卧室，主卧室这边呢，我们就直接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木皮之乱。好，大家赶快帮我变出。对。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床头都是木皮嘛，因为我本人是比较追求那种看起来质感更接近原生木皮的状态。通常在木皮过后就会上一层漆料，不然因为天然木皮它是真的木皮嘛，所以呢，如果你不上保护漆料的话，它可能就会很容易脏，或者是有污渍会进它的毛细孔。所以通常呢，我们公司标准的做法，我们就是会做一层无色无墨的漆料在表面。可是呢，这个漆料呢，其实就是完全会保留这个木皮的原色，所以就是你的木皮来是什么颜色，你涂完无色无墨还是那个质感，还是那个颜色。涂完第一次漆无色无墨的时候呢，业主就会觉得这个太粗糙了，就是它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太 raw 了。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是不知道在镜头里面看不看得出来。一般呢，就是如果再更传统一点的做法，我们就会做这个2度底漆。那2度底漆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就是会让这个木皮看起来有点亮亮的，跟它会看起来更深一个颜色。所以如果你原本选到一块木皮，可是如果你决定要做2度底漆的话，你就要用湿布在这个上面擦过，因为那个才是会你最后显色的颜色。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是介于无色无墨跟2度底漆之间，这是做了什么呢？它的木皮完全不是像2度底漆一样有去把它的木纹去染到颜色，对，而是它就是用这个无色无墨的再去加强一层。哦，所以这2层无色无墨而已吗？算它用的还有一层平光漆。对，它这个是用了无色无墨加平光漆之后，它就会有很像2度底漆那种有点亮亮的，就是把毛细孔填平的纹理。可是呢，它又不至于让它深一阶。你喜欢的那个木皮质感是类似这样子有点断光的，这就是一个好方法，推荐给你们。跟我跟你说，这里啊，完全就是出自于高级的润年教育之手笔，就是鸟嘴取手。例如说，你有一个抽屉的平台，你又不想让它看到它上面有缝，你想要留着这个平台的完整，做一般的斜取手啊，会有的问题是什么呢？会有问题是啊，你如果在这边喝水或者吃饼干，你打翻了，到这里的时候，一般是那个斜取手的状况下，它就会有点像这样子。那你只要打翻东西跟什么的话，它就会直接落到这个坎里面，就会很难清。可是像鸟取的这种取手的话，就是给你一个完成面，就会非常的完整，所以你即便打翻的东西，它都不至于会直接进去抽屉里面。所以就这个很漂亮，你看这个就是标准斜取手。那它坐在这个下面的话，它会有一个这样斜度进去。那可是像这个鸟嘴的取手的话呢，就像这样。然后而且啊，这木工就做得非常漂亮，你们就可以看它跟系统柜之间的做法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所以就是推荐给就是喜欢那个整体是非常简约，然后完成面很漂亮。它真的做完像那个鸟的嘴巴，尖尖的那样，很漂亮哎。要讲下一个地方了没啊？一定要赶快讲啊！没错，我们来到了快乐的更衣间。这个更衣间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你说？不是系统柜纯粹打造的，它是还有木工，然后跟系统柜拼在一起。而且你不觉得很厉害吗？它是系统柜哦，它是木工做的哦，可它们颜色一样哎。
就是对色对的一模一样哎。那为什么我们这下面做系统柜，可是上面不能做系统柜呢？因为系统柜一定会裂开，会承重不了。因为这边整个是做一个悬空的层板嘛，而且又是 L 型的，衣服是很重的。其实如果你把这里全部都吊衣吊满的话，像这样子悬空的层板啊，它是有可能会垮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做，就是它是锁在那个天花板上面，然后内块还特别加强。说坦白的，以我做了10几年这样室内设计下来啊，我觉得纹理大有好有坏。纹理大呢，它止滑效果一定更高，可是纹理大呢，有时候它也会比较容易脏，因为越有纹理的东西它越容易卡灰尘。可是越平面的地板的话，它其实比较没有什么缝隙可以卡灰尘。再加上你看这个木地板超密封，对，因为就是它这个真的是密封绝对没问题，这个超级无敌密封的，对，所以怎么办啊？我是不是挑到现在都还没有挑出什么问题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工地啊？太完美了，好可怕哦！好，1、2、3，好，我们来说说怎样？你乱玩一圈之后，你觉得这边你可以打几分？我觉得这里真的总分是100分的话，就有100分。分这里真的很漂亮。我一定要跟你们说，有时候你走到一个暗场里面啊，你光走进玄关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这里有不一样的氛围，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完美，对，很和谐，对。一走进来就觉得天哪天哪，这业主一定超爱的，因为连我都满意的地方其实是蛮困难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这么棒呢？为什么这攻坚的这么好呢？因为是由我们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来照顾的。没错，因为这个工地不是高难的，不是高难的，不是高难的，不是高难。我觉得应该算是我们公司第一次吧，设计啊，然后到监工啊，都是同一个设计师完成的。因为通常我们会分工合作一下，可是呢，这个呢，就是因为是他的毕业之作，对，就是没错，我们最喜欢的黄要从我们公司，对，他从我们公司毕业了。我们是从他是学生时期刚毕业，然后他出去念研究所，然后又回来我们公司，所以这样足足就是一个5年，好快哦。他是要环游世界一圈回来。对对对，最后回到润年的怀抱。可是他现在呢，他要展翅高飞了。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都很像和谐的发展跟设定都这么的棒，一定是因为我们都一起乱过了好多的事情，不只是我们，可能包含我们每次踏出去的任何一个角落，然后有遇到的人、师傅，然后业主，然后我们都有一起吸收消化。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去到下一个地方啊，就不会那么好过了，祝你顺利利的。最后一句让你妈金妈跟你说，这个好了。好了，我们一起合给他一个爱心吧。恭喜你，王，你真的很赞。就是来这个工地啊，我完全没有那个高血压的状态，也可能你不姓高吧？可能也他不喜欢吃米血啊。对，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高血压啊。少在。